宿主强烈的吃瓜和回家的执念，绑定条件符合，吃瓜系统激活中。谁在说话？啊？走过路过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嘞！岁月轩新鲜菜色，现做现卖，干净卫生，不好吃不要抢，不要钱。哎，小郎君，里边请啊！哎，真的很好吃的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哎，里边请啊，好吃啊！不。哎呀，哎呀，阿福，快给我倒杯水！哎呀，老板娘，喝茶。齐香莲，给老娘死出来！亲妈，您怎么来了？钱呢？你相公临死前欠了我10两银子，说好今天还的，你想赖到哪一天？亲妈，你看我这生意实在是周转不。少跟我来这套，没有钱就拿这个酒楼来抵。哎，你这个破地方，老娘接手还嫌磕碜呢。等，我有新菜房，能赚大钱，3天，就宽限我3天，我发誓一定能还上钱。新菜坊，你是把我当傻子啊？西瓜炒肉，对，清甜解腻，夏日必火。西瓜啊，炒肉啊，行啊，我就给你3天时间，我看你3天能憋出什么屁来。3天之后，如果不给我这10两银子，你和你整个店啊，到时候都归我管。穿越到这古代都3天了，一睁眼成了寡妇，守着这么个入不敷出的破酒楼，连饭都快吃不上了。西瓜炒肉，这鬼地方，我上哪找瓜去啊？我想回家。检测到宿主强烈的吃瓜和回家的执念，绑定条件符合，吃瓜系统激活中。谁在说话？绑定成功，新手任务发布。收集1个有效瓜，引领8瓜级别，奖励1点系统点数，可兑换财富。提示：目标已出现在前方3米处。亲妈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要装神弄鬼的。王记布庄的张老板欠您的印子钱，是不是用一批江南次等绸缎抵的债？他转头就把这批货掺进好货里，卖给了富商李员外家办寿宴用。真的假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收获一次抽好欺诈瓜1个，评级升瓜，价值2点，财富兑换成功。亲妈，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现在去找他，既能让他还你差价，还能补够他欠你的钱，比拆我这破楼划算多了。走。慢走啊！新手任务已完成，温馨提示：新手保护期仅3天，请尽快收集更多的瓜，以兑换生存所需。宿主只要收集够1000个瓜，就能回到现代。回到现代？真的能回到现代？我以为我这辈子都得困在这破古代，守着这烂酒楼了。宿主林婉齐香莲，当前点数0，累计吃瓜1。下一任务：24时辰内收集3个有效瓜。吃瓜是吧？这个我熟啊。老板娘，这都1上午了，真的会有人为了讲故事来吃饭？剩余时间18时辰，需收集0到3个瓜。会有的。对了，我教您那几句台词背熟没？客官里边请。今日可有新鲜事？若愿分享，韭菜8折。对，表情要真诚。
眼神又充满求知欲。老板娘，老规矩，来壶清茶。哎呀，陈公子，今天有新规矩。我没钱点菜啊。哎呀，不要你钱，只要你讲个新鲜事儿，真实的，街坊邻里、读书人的事儿都可以。哦，讲得好，今天茶饭全免，再加一点花生米。这背后议论，非君子所为。检测到可挖掘目标，提示此人身上有月氏瓜气息。哎呀，陈公子，你看你今年又落榜了，难道就不觉得这考试有什么猫腻？你怎知我落榜？什么门道？休得胡言！嗨，我不仅知道你落榜，我还知道和你同乡那位张秀才学问明明不如你，却高中了，你就没有想过是为什么？那张秀才，他舅舅的连襟，在衙门当书吏。考前月余，他经常往教育大人家后门跑，有人看见他拎着个盒子。系统怎么没反应？哎呀，你这不算实锤啊，陈公子，证据呢？比如考题。考题我不太清楚，但放榜前夜，我在酒馆亲耳听见张秀才那个表兄醉酒吹嘘道，说今年考题出的巧，正中他表弟的那本真集的路子，而那本真集是教育大人早年编撰的，并未刊行。收获月氏乙运瓜1个，评级生瓜，价值3点，备注信息有待核实。 yes。 原来如此啊！阿福，给陈公子上壶好茶，炒2个拿手好菜，再给他加点花生米。哎，老板娘，此事万万不可外传。哎呀，放心，我这是酒楼，只吃饭不听故事。你吃好。呱呱，这算一个吧，3点了，能换什么？可兑换财富加1或美貌加1，建议兑换财富。宿主当前经济状况评级濒危。换财富，快点！老板娘，你是啥时候藏这儿的？哎，你老板娘我呀会变戏法。对了，厨房有西瓜吗？福哥，老板娘这样拿西瓜炒肉啊，这道菜听起来就不好吃的样子。翠花，记住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，第一个吃西瓜炒肉的人是你。这味道。友情提示：西瓜含水量87%，高温易出水，建议勾芡。不早说。甜甜咸咸的，口感复杂。阿福、翠花，你们试试，来。秦香莲，你给我出来！秦香莲，你给我出来！秦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上午跟我说的事儿，我去找张老板核实了。张老板怎么说？那个老滑头当场就把差价退给我了，还跟我说让我不要声张，以后他长期给我便宜供好货。依次抽好7大瓜，后续进展，评级提升为熟瓜，追加奖励1点。啊，那真是恭喜秦妈了。你这丫头，死了丈夫反倒变机灵了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哎，这京城只要有人说话，就有人能听的。秦妈，以后若还有类似消息，都可以跟我说说，韭菜给你打折。少来这一套。
什么怪味儿啊？本店新品西瓜古老肉，清甜解暑，骑马尝尝，免费。就你那破手艺。也行，你给我打包，让我带走。哎，如果好吃，我帮你宣扬宣扬。如果好吃，我帮你宣扬宣扬。好嘞，阿福打包。哎呀，您慢走。当前任务3个瓜，财富等级2。特殊提示：首个熟瓜产生，解锁简易瓜田记录簿。老板娘，这菜……到了吧？明天我们研究新菜——南瓜饼。南瓜饼？还差最后一个瓜，去哪儿找呢？王掌柜，你们得意楼不是号称自家京城菜色最绝吗？尝尝。这是何物？西瓜炒肉，对面醉月轩的新菜。西瓜炒肉？什么鬼东西？怎么样？甜咸交错，口感难以形容，怪里怪气。我可是看出来了，这菜是怪，但怪得让人想尝第2口，是不是啊？你那只鸡是教育大人给你的吧？我那天看见你从他家后门。胡说！你血口喷人！这怎么打起来了？现场目击关键性指控，结合之前信息，辨识5批瓜证据列完善，评级熟瓜价值5点，新手任务完成，奖励已发放。老板娘，今天下午有好几个人都在问，咱们家是不是真的有道怪的让人想吃的菜？秦妈这广告打的值。老板娘不好了，我听街口卖梨的说，得意楼的王掌柜下午去了厨行，说要买很多西瓜。瓜娃子想偷我菜！新手任务已完成，财富加3，当前等级3，解锁新功能瓜田雷达。初级感知10兆内瓜点。新任务24时辰内利用瓜田雷达收集1个意外之瓜，奖励美貌加1。雷达意外之瓜。老板娘，要是得意楼真做出了和我们一样的西瓜炒肉，那咱们怎么办？他们做西瓜，我们就做南瓜。翠花，明天一大早去买南瓜，要老南瓜，越甜越好。咱们研究南瓜饼。好嘞。一个在街角，一个在自家屋顶。提示：雷达显示上方3丈处存在瓜源，强度微弱但持续。持续？这人在我家屋顶上蹲了半个时辰，这是电视剧里那种黑衣人吧？根据能量波动分析，87%概率为活物，具有轻微攻击性倾向。攻击性？我家这破烂烂的地方怎么会招来这种黑衣人啊？屋顶上的朋友，相逢便是有缘，不如一起下来喝杯热茶呀。来，你是如何发现我的？我耳朵灵。姑娘，你这大半夜不睡觉，在我屋顶上看星星？
我在等人。等人？等什么人？仇人、情人，还是债主啊？与你何干？怎么跟我无关？你在我屋顶上，万一动起手来，踩坏我的瓦，换我躺床上看星星啊？不如这样，你告诉我你为什么等人，等的是谁，我就当没看见你，屋顶借你免费蹲到天亮，划算吧？哼，你倒是会做生意。哎呀，混口饭吃嘛。不过姑娘，看你这身打扮，是江湖中人。江湖恩怨我最喜欢听了啊！不，我最怕听了。但你说出来，心里也舒坦点，是不？我在等一个负心汉，他骗了我师姐的感情，卷走了师门的钱财，最后留了假线索，指向京城朱雀街。我追查到此地，线索断了。检测到江湖恩怨卦，信息完整度40%，可触发意外之卦任务。建议深入挖掘负心汉具体特征或假线索细节。我去，天下竟有如此无耻之徒！姑娘，那负心汉有什么特征能告诉我吗？你问这干什么？哎呀，我开酒楼的，拿来北往的客人多，你告诉我，我也能帮你留意留意，万一真逮到了呢？那人自称姓贾，名仁义，30岁左右，面容白净，右手虎口处有一道旧疤，最爱穿青色长衫，假扮书生。信息补充完整，江湖负心汉诈骗卦成型，天机熟卦，价值8点，意外之卦任务完成，奖励美貌加1。有人靠近。2个人，脚步虚浮，不是练家子。我该走了。哎，姑娘，若以后你还想蹲屋顶，不，还想找人打探消息，都可以来找我，我这大门随时为你打开。对了，姑娘，你怎么称呼？柳如梅，你这个朋友我交了，今日多谢了。老板娘，秦妈有事找你。啊？哎呀，你这丫头大晚上的涂什么胭脂啊？哎呀，秦妈，你说笑了，这大晚上过来不是为了我的胭脂吧？有正事啊。你白天跟我说的新鲜事儿我这儿有个大的。知道对街得意楼为啥急着找西瓜偷你的那什么创新菜不？为啥？他家王掌柜跟人赌博输了笔大的，账上窟窿填不上，急着弄新奇菜式拉客回血呢。听说连后厨那李大师傅都有半个月都没发工资了。哎呦，收获对手经营危机卦，天机生卦，价值4点。备注：此信息可衍生后续行动。秦妈，你这消息值钱。那是，不过我可得提醒你，王胖子他那个人什么事都做得出，你小心点你那南瓜饼的方子。多谢秦妈的提醒。阿福，去把咱们今天试做的南瓜饼装一盒，给秦妈当宵夜。好。哎呀，谢了啊。您慢走。今日总结：收获2卦，共12点，美貌加1生效，财富等级3，话题雷达使用初体验。江湖卦对手卦，这卦帖越来越有意思了。陈公子早。问你个事儿，前天得意楼张秀才那庆功宴，是不是有个穿青衣的外地书生，特别爱显摆，还给大家分桂花糕？好像是有这么个人，自称贾先生，说是游学到京，跟张秀才是在文会上认识的，话特别多，动不动就子曰诗云，但引的句子常出错，我们私下还笑他肚里没货呢。那他右手虎口是不是有道疤？老板娘，这你都知道？是有道旧疤，他还吹嘘说是少年时练剑所伤的，可他那小鸡崽子手臂哪像练过剑的？
关键特征吻合度95%，相互负信号，与科举舞弊圈产生关联，官员合并，潜在价值提升。哦，那他现在在哪儿？还在京城吗？这我就不清楚了，宴后就没见过了。哎，不过我听张秀才一个跟班最后嘀咕，说那贾先生好像帮张秀才牵过什么线，具体就不知道了。牵线舞弊骗钱，好家伙，这是条产业链啊！啊？什么链？哦，没什么，陈公子，这消息有用，今天早饭算我的，给你多加个蛋。好。有消息了。哎呀，柳姑娘，您下次能不能出点声？哎，对了，你要找的那位贾仁义，可能跟最近一桩科举舞弊案有关。他最近接触过一个心重的张秀才，右手虎口有道疤，爱穿青衣，假充文人，分桂花糕，全都对上了。他在哪儿？此案时不知道住哪儿，但他在科举圈里挺活跃，肯定不会只出现一次。哎，六姑娘，咱们合作怎么样？我呢，就继续用这酒楼收集这类消息，你身手好，能不能偶尔帮我震慑一下来找麻烦的人？比如街对面的得意楼，这几天可能会派人来偷方子。可以，但一有贾仁义的消息，你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哎，好嘞，成交。来，尝尝我们新做的南瓜饼，外酥里嫩，甜而不腻。尚可。提示：与关键人物柳如梅达成初步合作，解锁临时状态，江湖庇护，轻微震慑效果。来，你们的菜。老板娘，你昨天打听的那个贾先生，我好像见过。在哪儿？就在前面2条街的悦来客栈。前天晚上，他带着个年轻女子投宿，那女子戴着围帽，但看着身段像大户人家出来的。2个人要了一间上房。信息关联，可能与员外家小妾私奔瓜有关，价值待核实。哦，多谢客官，您这桌茶钱免了。慢慢吃啊。哎。悦来客栈是吧？我现在就去。等等，万一不是呢？打草惊蛇怎么办？而且，你这样进去太显眼了。那能如何？你等着，我有办法。啊，伙计大哥，跟您打听个人，我表姐前天跟个姓贾的先生来投宿，家里有急事找他，您可瞧见了？姓贾的啊，是不是个白净的公子？右手有疤啊？对对对，是有这么个人。不过他们昨儿半夜就急匆匆的退房走了，那女子还哭哭啼啼的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那我哪知道。不过他们住店的时候，那贾先生还跟人在这里碰头说话，也是个书生模样的。他们俩在角落里嘀嘀咕咕半天呢。那书生长什么样？来过店里几次，好像姓陈。关键线索：贾仁义接触过街霸陈姓书生，解锁记忆库，与宿主接触过的陈姓书生仅一人，陈默。陈默？那个陈默，你熟？熟？哦，也不算太熟，就是个常来蹭饭的穷书生，看着老实巴交的。他怎么会跟贾仁义扯上关系啊？难道他是个黑芝麻馅的？分析可能性：一、陈默是贾仁义同伙；二、陈默是贾仁义新的诈骗目标；三、两人因科举舞弊案产生交集，建议谨慎接触，收集更多信息。我去找他问清楚。别，万一他是同伙，你一问就是打草惊蛇；万一他是受害者，咱们啊得先弄清楚。这样，明天啊他肯定会来，我侧面探探。累积收获有效瓜达到10个，解锁瓜田记录簿升级功能。新增关联分析初级，人物关系图雏形，奖励点数5。有点意思。你想怎么做？
明天请陈默吃顿好的。哎，陈公子来了，今天特意给你准备了早点，有粥，有小菜，还有刚炸的大油条。老板娘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呀，客气什么？哎呀，你常来照顾生意，还帮了我不少忙呢。对了，陈公子最近手头宽裕些了吗？还是老样子。哦，我这儿倒有个活儿，想请你帮忙。咱们酒楼要出瓜味新菜，得编些有趣的小故事宣传宣传。你文笔好，写一篇给你50文润笔费，如何？50文？老板娘，情绪分析，目标出现愧疚，挣扎反应，与假人一关联可能性提升至65%。你认识贾仁义？我不认识他。3天前悦来客栈，你见过他？我没见过他，我也是被骗的。啊，六姑娘，你先说一声。陈公子，别怕，慢慢说。半个月前，我在书铺遇见贾先生，他说能把我引荐给教育大人门下的师兄，疏通关系，明年再考就有望高中了。但需要5两银钱。你给了？我把祖传那块玉佩给当了，凑了4两，先给了他。他说剩下的可以慢慢补上。3天前我在悦来客栈碰到他了，他说事情有了眉目，但还需要2两，我实在是没有，他就当场变了脸，说要是我拿不出钱，之前的钱也不退了，还要把这个事情传出去，让我在圈里混不下去，被赶出京城。套路都不换一下。收获书上被骗瓜，价值6点，与假人一诈骗系列合并，总价值提升。关联分析，陈默为受害者，非同伙。原来如此，那玉佩当在哪儿了？我帮你赎回来。老板娘，这是我写的宣传故事，您看看成吗？瓜田李下，妙趣横生。醉月轩新菜，吃的是菜，品的是人生百态。不错，阿福，给陈公子结润笔费。多谢老板娘。其实贾仁义那日还说了句古怪的话，他说京城这潭水底下连着大运河，捞钱的网不止一场。关键线索暗示假人一背后可能有更大团伙或利益网络，以记录至人物关系图。他还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但他说话时手里一直摸索着一块腰牌，是铜的，上面好像刻着一条鱼。曹帮。之前客人说过，曹帮失踪货物，对上了。哎呀，最新消息，王胖子被家属告到衙门了。他那个吃坏肚子的客人是户部一个小吏的亲戚，他这次可是摊上官司了。得意楼要倒？那倒还不至于，但够他喝一壶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上次打听的那个贾仁义，我底下的人好像在西市见过他跟一个穿绸缎的胖子在一起，往码头方向去了。哎，等等，西市码头，曹帮的地盘。陈公子，你赎玉佩的当铺是不是也在西市？是，汇丰当铺。明天咱们去西市逛逛。柳姑娘，这次得换个打扮，你装我表姐，咱们姐妹俩去当铺赎东西。掌柜的，赎玉佩。哦，这块儿啊，客官你运气不错呀，前儿还有人来打听这块玉佩呢。哦，什么人打听？一个胖子，穿绸缎的，看着像生意人，说想买这块玉佩，出价2两。那胖子长什么样？就脸圆圆的，留2撇胡子，左手小指还缺了半截。特征记录：圆脸绸缎，缺半截小指，与前面描述的码头胖子吻合度90%。啊，掌柜的，玉佩就给我吧。对了，那人还打听别的了吗？那倒没有，不过他腰间挂了块铜牌，刻着条鱼，在我们这行当里戴那种牌子的多半是曹帮的人。
多谢掌柜提醒。我看两位不像普通人，要不要再买点消息关于那个胖子的？什么价？5000银子，我就告诉你他昨天傍晚去了哪儿。哎，掌柜的，3000，再加我们醉月轩特制南瓜饼，新品试吃，全程独一份。啊？成。那胖子昨天去了码头顺风货站，跟个书生碰头，两人进了后院，小半个时辰才出来的。获得了关键线索，假人一与曹八胖子会面于顺风货站，假人一诈骗系列瓜进度更新，价值追加5点。老板娘，您可回来了，这位爷等您半个时辰了。哦，你就是秦香莲？哦，正是。这位爷看着面生，第一次来。阿福上茶，上好茶。茶免了。听说你在打听一个白面书生，还有我手底下缺指头的王胖子。啊，爷说的什么？我就是个开酒楼的，能打听什么？哼，少装蒜！汇丰当铺的王老狗收了你3000银子加2个饼，他什么都说了。警告：遭遇高危险目标，建议谨慎应对，避免冲突。此人武力值预估85，满分100。啊，原来是曹帮的雷爷，失敬失敬。哼，没错，我是打听过，因为那姓贾的书生骗了我一个穷书生朋友的玉佩，还骗了他4两银子。至于王胖子，我听说他跟那书生在顺丰货站碰头，而贵帮正好丢了批货。雷爷，您觉得这是巧合吗？你知道的倒是多。本姑娘做人最讲义气，那假人一骗到我朋友头上，我自然要查。至于贵帮的货，如果真是被内外勾结弄走的，雷爷您找对人了。我这儿或许有线索。什么线索？慈幼堂，假人义的一个藏身处。我刚去看了，人走屋空，但在墙角砖缝里找到了这个。这是我帮小头目的副牌，这编号是王胖子。收获关键物证，破损的草包信物，关联草包货物失踪案，瓜值预估大幅上升。有事。练家子，你是他什么人？哦，我表姐。雷爷，现在清楚了，是您手下王胖子勾结外人，监守自盗。那个贾仁义是个专业骗子，专找容易下手又有门路的书生、内宅妇人，还有贵帮有漏洞的小头目。哎，这把人卖了，还给人数钱的手段。王八蛋，我非得扒了他的皮！你还知道什么？哎呀，贾仁义肯定跑了，王胖子的家眷还在城里吧？他缺钱赌博、偷货变现，总要有个去处。雷爷，不如咱们合作吧。怎么合作？您派人盯着王胖子的家，查他最近接触的当铺、钱庄。我这边继续用酒楼收集消息，毕竟三教九流都来吃饭，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。一有消息，我立刻差人告诉您。你图什么？第一，为我那朋友出口气；第二，以后雷爷多带兄弟们来捧捧场，我给你打折。第三嘛，这种危害京城的孽障，早抓早清净。有意思，成交。不过，若消息有假，或者走漏了风声，我拆了你这破楼。你试试。雷爷你放心，诚信经营，童叟无欺。查去，有消息，到码头兴隆船行找老子。对了，门口那牌子瓜王争霸赛是个啥？哦，那个就是个比赛，谁讲的新鲜事最精彩，谁就是瓜王，韭菜全免。雷爷有兴趣来当评委？老子只会听，不会评。不过帮里倒是有一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，不知道算不算个瓜？算，怎么不算？江湖恩怨，民间疾苦，都是好瓜。告辞。第一，
第1届醉月轩瓜王争霸赛现在开始。规矩非常简单，每人讲一件新鲜事，必须是真的，由在场所有客官投票，得票最高者当月酒菜全免，新品菜色优先享用。我先来。在下有一事想说，只是并非趣闻，而是想请诸位帮忙留意。我师弟李文轩也是本届考生，3日前离开居所后便音讯全无。他最后与人说要去见一位能疏通关系的先生。那位先生是不是身着青衫，右手有疤？哎，老板娘如何得知？李师弟确实提过，那人好像姓贾。何时何地见面的？啊，3日前5时约在城西土地庙，可我找过，庙里空无一人啊，只在地上捡到这个。紧急提示：贾仁义疑似绑架考生瓜出现，与科技舞弊案关联度极高，价值预估20加点，视后续发展。多谢老板娘将此事放在心上，只是李师弟他……物料普通，但缝线是双股棉线，近期补过，破口整齐，像是被利器划破。我打听了，在城西土地庙附近有个卖炊饼的说，3日前确实见了个书生跟个穿青衣的人在庙门口推搡，后来2人往北边去了，这再往北边走，废弃了瓦窑厂。老板娘，瓦窑厂那片我们守，要不现在去转转？天快黑了，瓦窑厂那边地形复杂。周先生，您师弟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？比如突然有钱了，或者跟什么特别的人来往？李师弟家境贫寒，但失踪前2日，他确实买了房新砚台，说是好友送的。关键信息：贾仁义可能以赠送财物为诱饵，降低目标警惕。瓦窑厂，我现在就去。等等，如果贾仁义真的在那儿，他绑了人，肯定有同伙，咱们不能打草惊蛇。这位兄弟，麻烦回去跟雷爷说一声，借几个面孔生的兄弟，明天扮成捡破烂的，去瓦窑厂摸摸底。成了。多谢诸位，多谢。今日收获各类瓜总值已达35点，这类解锁新功能只差15点。贾仁义，你绑书生想干嘛？勒索吗？还是沉默？是不是也察觉到了危险？姑娘，西边3个窑洞搜过了，空的。东边那个最大的，好像有人。你们在这守着。好。他到底什么时候放人？不是说好只关2天吗？吓唬吓唬嘛。急什么？那书生嘴不严，看到了不该看的，等风头过去，自然让他意外消失。可这是条人命啊，贾先生！咱们当初只说弄点钱，没说要。闭嘴，蠢货！现在知道害怕了。当初收银子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？放心，处理干净了，你我都能拿到下半辈子的逍遥钱。明天一早，你按计划去码头。你们敢？你们知道我老师是谁吗？堵上他的嘴！你谁？这明明是老子先发现的吧？放屁！明明是我要饭的地盘。走，换地方。走。来了。这是李书生，还活着，被喂了药，一时还醒不了。瓦窑厂里还有同伙，不是老胖子，是个生脸，会使棍。他还说了什么？昏迷前嘟囔了一句：“老师信。”这个藏在内衫里。
这是举报信草稿，举报本届春闱考官之一礼部员外郎周显收受贿赂，泄露考题范围。信中还提到了张秀才的名字，还有一个中间人，代号渔夫。重大发现，获得科举舞弊核心证据草稿，关联假仁义诈骗系列，草帮失踪货物，疑似形成利益网络，瓜值预估30点，触发隐藏任务，查明渔夫身份。渔夫同鱼牌，对上了，贾仁义和王胖子都有鱼牌，但他们只是小喽啰，真正的渔夫可能是能接触到考题的官员，或是能串联起曹帮货运、科举舞弊、诈骗销赃这条线的关键人物。老板娘，快关门！陈公子，你不是在家闭门读书吗？我根本读不进去。这2天一直有人在我家附近转悠，生面孔。今天傍晚，我在门缝里发现了这个，纸条上只有2个字：闭嘴。你最近还有跟别人提贾仁义的事情吗？除了你们，我只跟周师兄提过，就是李师弟的师兄。可周师兄为人正直，绝不会。周书生下午才来求助，晚上你就被威胁，太巧了。有人盯着我们。还有，我偷偷查了张秀才重榜内科的考官名单，礼部员外郎周显籍贯江宁，和张秀才的舅舅是同乡，周显的七弟在曹院衙门任职，管的就是码头货站的批文。人物关系图更新：周显考官，七弟漕运衙门，王胖子曹帮小头目，贾仁义骗子，关系链初步形成。这不就串起来了吗？考官周显就是渔夫，通过七弟利用曹帮销赃，可能是收到贿赂或者私运什么东西。贾仁义和王胖子是执行人，张秀才的舞弊是他们的一次合作。李书生不知怎么发现了证据，写举报信被发现，所以要让他闭嘴。那周师兄会不会也有危险？他露过脸了，要动手早动了。现在更危险的是你，还有你。谁？醉月轩秦氏多管闲事者死。他们是来杀你的。唉，吓唬人呢！真想杀我，不会派这种蹩脚货来。能弄醒吗？问问谁派来的。马上醒。说。我只是收钱办事儿，有人给我1两银子，让我把这张纸条塞进老板娘房里，再划破她的窗户纸，吓唬吓唬。谁给的钱？不知道，是个蒙面人，说话尖声尖气的，像宫里太监那种嗓子。提示：特征精细嗓音，可能与内关有关。科举舞弊案或涉及宫廷势力。滚！再靠近，断你手脚。好。这还有这么多字条呢。咱们真是捅了马蜂窝了。明天正常营业，瓜王大赛继续。我要让全京城都知道，醉月轩的老板娘不好惹。第2届瓜王大赛现在开始，今日主题：那些年我们遇见的怪人怪事。谁先来？我。我家隔壁王屠户昨儿杀猪的时候，在猪肚子里发现个油纸包，打开一看，哎，你们猜是啥？3块金锭子。那猪是前阵子从北边贩来的。这货猪肚藏金挂，价值3点。关联分析：北边来的猪金锭可能涉及走私或赃款藏匿。这事老子知道，北边来的猪走到漕运，查，给老子查，看看经了谁的手。查。听完再走。我们就是过来吃饭的。周员外郎派你们来的。说，周显让你们来干嘛？员外郎让我们过来听听，有没有人议论他。
放肆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乃太监。我是宫里上善监的，周显是我干侄子。你们敢动我，就是跟宫里作对。重大突破！发现宫廷宦官深入科举暗卦，价值25点。人物关系图更新：宦官上善监、周显干亲、曹豹、贾仁义，利益网络浮现。精彩，精彩！一个管御膳的太监，一个礼部考官，一个曹帮小头目，再加一个江湖骗子联手做生意，卖考题，运赃银，骗考生。哼，这瓜够大！哎呀，老子的货就是被你们这群蛀虫弄没的。你等着，我干爹可是司礼监的。各位，今天这瓜算醉月轩请客，不过在事情还没有了结之前，还请各位暂时保密。阿福，给每桌上壶好酒，记我账上。明白，老板娘放心。就是他，我在州府后门见过他，他给了周显一个盒子。现在怎么办？把这人送官府，官府里会不会有他们人？送官府，他们今晚就能病死在狱中。这位公公，你想活命吗？写封供状，把你怎么帮周显传递消息，怎么利用漕运夹带私货，怎么分赃，全写清楚，签字画押。然后雷爷，劳烦您找个心腹兄弟，连夜把人和供状送到京城安察使衙门。安察使王大人是清流出身，跟周显不是一路人。成，老子亲自去送，看谁敢接。贾仁义还没抓到呢，他会自己出现的。呱呱，剩余所有点数兑换一次广域瓜田雷达，范围覆盖全城。消耗30点，兑换成功。启动中，检测到贾仁义能量波动，位置城南医馆，准备马车，疑似要出城。等等，带上雷爷的2个兄弟，要活口。老板娘，接下来我们……接下来等。各位朋友，今晚先住我这儿，安全些。等案子了了，该考试考试，该读书读书。陈公子，你那篇《瓜田李下赋》全文写完了没？我还等着当宣传词呢。贾先生，现在你有2个选择：一，跟他们一样，写供状，指认周显和这位公公；二，我表姐很久没活动筋骨了，她说你右手虎口的疤看着很不顺眼呢。我写，我全写。第一季主线，科举舞弊案基本告破，累计收获瓜值102点，达成阶段成就，小有名气的瓜农。奖励系统升级2.0，预告新功能待解锁，财富+5，声望+3，寿命+2。兄弟们，押人送衙门，等等回来，喝痛快。走。第一个大瓜总算是吃完了。可这京城底下还有多少个瓜呢？钱老板娘，您这地方现在好生雅致啊！啊，都是托您的福。孙公公今日来，不只是为了喝茶吧？上回的舞弊案。你干得很漂亮，安察使王大人雷厉风行，周显和那上善监混账已经下了诏狱，一些小官也落了马，现在那股清流对你可是赞誉有加呀。我一个开酒楼的，能为京城做些贡献也是应该的。不过，孙公公最近好像不太安稳。跟安王府走动挺勤。你消息倒是灵通啊。哎，最近
安王殿下遇到了件烦心事。安王殿下最宠爱的西域进贡的闭眼波斯猫丢了7、8日，现在王府上下正急得团团转呀。猫丢了？检测到王府尸猫卦，初始评级普通价值3点。有卦分析表示，安王掌管宗人府，其宠物丢失时机逢宗室年末考评前夕，可能存在人为因素。谁说不是呢？那猫啊，性子傲，寻常人近不得身。安王殿下现在悬赏500两寻猫，但是一点线索也没有。这老奴怀疑可能是府里有人故意放了。公公何出此言呢？就在前一日，殿下曾经罚内府一位管事嬷嬷，扣了这位嬷嬷3个月月钱，而这位嬷嬷的兄弟在城南猫狗市，恰好有点子门路。关联更新，王府尸猫可能与内宅恩怨报复有关，卦值预估上升至8点。城南猫狗市。孙公公，这消息值一壶好茶。说我有幸得到殿下的赏金，给您免1个月酒菜，还有新到的西湖龙井，第一个给您留着。懂事儿。对了，安王府下月要办赏花宴，帖子呢，老奴明天或许能帮你弄一张。老板娘，我中举了，名次虽然靠后，但是有功名。恭喜陈公子！恭喜陈公子！太好了，今晚加菜庆祝。刘姑娘，城南猫狗市你熟吗？我不熟，但有人熟。小六子，城南猫狗市最近有没有闭眼波斯猫出手？波斯猫有，就大前天，一个婆娘抱去宠珍斋，说是家养的小麦，那只猫凶得很，抓伤了好几个伙计，最后没卖成。我听宠珍斋老板提过，说那猫品相极好，不像寻常人家养的。对上了。说那猫品相极好，不像寻常人家养的。对上了。去盯着那婆娘，看她住哪儿，跟什么人来往。好嘞。关系链初步形成，建议获取吴二与宠珍斋交易证据，或吴嬷嬷与安王责罚具体缘由，可完善此卦。我去找吴二。不，你去找猫。陈公子，你当了举人，可否帮我写个拜帖，说醉月轩新得一批江南点心，邀请安王府女眷品鉴。这……放心，我有把握在赏花宴前把猫找回来。猫找到了，在吴二家的地窖里，饿瘦了，但没受伤。吴二招了，就是他姐让他藏的。想等王府急够了，再偶然找回去，邀功领赏。猫在我们手里，吴嬷嬷的把柄现在在我们手里，安王府的帖子也快到手了。阿福，明天挂新牌子，醉月轩雅间推出定制瓜宴，吃什么菜、听什么等级的故事，您说了算。行。王胖子想玩高端的，我让他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。老板娘，下次我还要点那盐饭走私瓜的套餐，刺激。好嘞，客官慢走。这位姑娘是吃饭还是听故事？定制瓜宴，要去安亲的雅间。啊，姑娘这边请，竹韵间正空着。阿福上茶。好嘞。检测到来客身份不一般，建议谨慎接待。瓜田李下，趣闻雅士，你就是那个破了科举5变的老板娘。侥幸而已。姑娘想听什么故事？我想知道17年前，当今圣上南巡时，身边随从的一位刘星御前侍卫。
身边随从的一位柳星御前侍卫，后来去了哪里？家人又如何？这故事可不好讲，涉及皇家，又是旧事。够吗？姑娘姓什么？与那柳侍卫是何关系？我姓萧，家母曾是柳侍卫未婚妻的闺中密友，家母临终前对此事念念不忘。光晕概率85%，真实关联分析，此女眉眼与柳如眉有3分相似，萧姓可能为假，柳姓可能为真。警告：此卦涉及皇家秘辛，危险度高。姑娘请稍等，这故事需要查证。我先给你上几道点心，今天新制的蜜瓜酥酪味道不错。刘姑娘，你父亲是不是曾做过御前侍卫，姓柳？你从何得知？来了个客人，在打听17年前随圣驾南巡的柳侍卫下落，是个年轻姑娘，自称姓萧，但我觉得她可能姓柳。她在何处？在竹韵间。你先别急，她来路不明，万一有诈。而且她问的是侍卫下落和家眷，可能知道你还活着，或者不知道你的存在。17年前南巡，我好像在野史杂记里看过一笔，说当时有个侍卫护驾有功，但回去不久后就暴毙身亡了。我爹不是暴病而亡的，是被人毒死。我娘带我逃出京城，隐姓埋名，后来我娘也病故了。解锁柳如眉身世卦，初始价值15点，关联17年前南巡事件，可能涉及更大宫廷秘密。那姑娘要么是你失散的亲人，要么就是仇人派来探虚实的。这样，你先别露面，我去套他的话。他若对我不利，那就正好看看是谁在惦记你。姑娘，我查了查旧文，17年前南巡的侍卫名单里确实有柳青和柳大人，回京后升了副统领，但他3个月后就病故了，家眷似乎都回了原籍。可是，据我所知，柳侍卫当时有个女儿，年仅5岁，并未潜回原籍，而是失踪了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姑娘，您打听这些陈年旧事是为何呢？您打听这些陈年旧事是为何呢？若那女儿还活着，我想告诉她，有人一直在寻她，想护她周全。你这姑娘说的话怎么像新闻里的词儿？到底谁在找她？今日叨扰了，若老板娘有后续消息，请到锦绣阁来找我。锦绣阁为京城顶级绣坊，传闻有王府背景，玉兰花、安王府的标志花卉。看着这姑娘神神秘秘的。对了，差点忘了正事，王胖子的药膳汤出事了。今天有人喝得上吐下泻，闹起来了，说是用了发霉的党参。发霉的党参，他再抠门也不至于。等等，他最近是不是跟一个药材商走得特别近？对，就那姓胡的，城南开药铺的。关联分析：胡药商长期为安王府供应药材，若其提供劣质党参给得意楼，可能是故意陷害，或借机打击竞争对手，为王府相关产业铺路。柳姑娘的身世，安王府的猫，劣质的党参，神秘的萧姑娘。走，去看热闹，顺便查查那个胡药商最近还跟谁喝过茶。主位是王妃，她左手边身穿绛紫的是赵侧妃，右手边身穿鹅黄衣裙的是李姨娘。于嬷嬷，你认得了？那个一直瞟咱们的绿衣姑娘是谁？赵侧妃的侄女赵婉儿，性子骄纵，最近她和于嬷嬷走得很近。谁？于嬷嬷的人。我去王妃那边阴个毛，你坐着别动。酉时3刻西角门海棠树下。
检测到纸条材质，王府专用浣花笺，墨迹普通松叶墨，与王妃书房用墨不同，初步判断非王妃授意。有意思，鸿门宴还分场次的。胆子不小，真敢一个人来。嬷嬷约我，怎能不来？再说我表姐说了，嬷嬷是王妃身边最守规矩的人，不会为难我这个小辈。少套近乎，胡耀商的账本你抄了一份。什么账本？民妇不懂。王胖子都招了，你替他出主意平事，拿走了账本，把抄本给我，我保你平安离开王府。日后醉月轩的生意，王妃也会关照。嬷嬷说笑了，民妇真的不懂。不过我倒听说，外库武管事那儿有本更细的账。你怎么知道？快把账本给我，否则今夜你走不出这条巷子。嬷嬷，你要杀了我，明天账本就会送到安察使衙门。你，刘姑娘，称呼啊！追！别追了，快回府，库房招贼了。好险好险！刚刚2个黑衣人真是宫里的。招式是侍卫营的，但功夫砸了江湖路子，像是有人刻意培养的死士。老板娘，刚刚王府的人来过，说是库房失窃，让您明日去衙门问话。失窃？丢的什么？说是玉器和账册，还在窗上找到了沾着南瓜油的布。栽赃！这些人想一石二鸟，既能除掉武管事，又能把我们拖下水。栽赃者需满足：一、知晓武管事有秘密账册；二、能拿到醉月轩的南瓜酥；三、能在王府内院自由行动。嫌疑人范围：赵侧妃，动机打击王妃势力；于嬷嬷动机灭口武管事并嫁祸或其他隐藏势力。账册比玉器重要，偷账册的人可能不是栽赃者。对，如果是栽赃，没必要偷真账册，留个假线索就行。现在真账册在第三方手里，会是谁？孙公公，还是那个神秘的渔翁？是半本烧焦的账册残页。萧姑娘说，她在库房后的灰堆里找到的。这是预料出入记录。等等，这日期3月初7，是柳侍卫遇害前3天，有一批预料从王府出库，经手人签章是一个莲花纹。这是我娘的私账，重大关联，柳侍卫之死与王府预料走私直接相关，挂置预估40点，警告：此信息极度危险，宿主已被卷入核心漩涡。看来有人不想让我继续查下去。阿福，明天一早去衙门，就说我惊吓过度，需要静养几天。柳姑娘，咱们得在渔翁收网之前，先把他给调出来。哎呦，王妃要见你，就现在。我生病了。王妃说，你若是真病，她请太医来瞧；若是装病，她会带来你想要的答案。检测到萧姑娘心率加快，紧张情绪明显，判断王妃此次来访可能带来重大转折或危险。不能去，那可能是陷阱。得去。如果王妃想害我，不必也不会亲自来。怎么见？2刻钟后，马车会经过路口，你恰好在街边买针线，车帘会掀开一条缝。放心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他不敢怎样。如梅，把我的病容妆补补，要那种3分虚弱、7分倔强的效果。
邢老板娘，病可好些了？劳王妃记挂，民妇好多了。本妃今日前来是想告诉你，你要找的渔翁不是一个人。愿闻其详。17年前，皇帝南巡，宫中遗失了一批贡品及玉料，当时负责督运的是已故的贤太妃娘家侄子。这批玉料被调包，而真的那批则流入了安王府库房。是武管事他们？他们只是这条线上的棋子，而真正掌控这条线上的，用玉料贿赂朝臣、拉拢内官，甚至养私兵的，是赵侧妃的父亲，如今的吏部侍郎赵晋安。他在外代号渔翁。信息冲击，渔翁身份曝光，关联玉料走私案，柳侍卫之死，赵侧妃失礼，挂置预估50点，可信度需验证。王妃为何告诉我这些？这些玉料最初本是本妃的嫁妆，被他们偷梁换柱。这些年本妃一直在等一个契机，而你闹出的动静就是最好的契机。王妃想怎么合作？本妃把证据交给你，你去交给你该交给的。条件：账册上涉及本妃娘家的部分需隐去。这是赵晋安与曹邦内官往来的密信抄本，原件在按察使王大人手里。他欠本妃一个人情，你线下只需再添一把火。他的话能信几分？7分。至少渔翁是赵晋安这部分和之前的线索都对得上，但他隐瞒了一件事，他早就知道柳侍卫的死因，甚至可能当年暗示过你爹去查。为何？因为只有柳侍卫这种身份的人撞破，事情才会闹大，才能击倒赵家，你爹成了棋子，甚至可能是弃子。老板娘，不好了，刚才有人往柜台里放了封信，说要交给你。病好了，就该上路了。这莲花是我娘的私账，看来这病装不下去了。也好，该收网了。今日关门谢客，我要挂一个牌子：东家有喜，歇业3日。咱们要好好准备一个惊喜，送给渔翁先生。吏部侍郎赵晋安，利用安王府采买渠道，长期走私贡品玉料，贿赂内官，培植私兵。陈默，我这文采怎么样？老板娘，这可是要递上去的状纸，得用官话和文言。谁说这是状纸了？我这是市井流言升级版。明天开始，在各茶楼酒肆讲赵侍郎与玉料不得不说的2、3事。细节要生动，但别提安王府，只能模糊地说某高官府邸。呱呱，把王妃给的密信里那些贿赂金额、时间、收礼人代号，挑些不致命的编进去。正在生成留言素材包，完成，包含7段可供传播的隐秘信息，以模糊关键人名，保留核心事实，消耗点数5。只靠留言，根本伤不了他。当然不止这些了，这才是硬家伙。但直接交上可能会成为靶子，容易被余党反扑，得让他自己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。赵晋安今夜在府中密会一位客人，那轿子是宫里之士的清朝小轿。必须尽快处理干净，绝不能落到安察使手里。大人放心，宫里那位已经安排好了，只是安王府那边，王妃想借刀杀人，我岂会不知？但他忘了，刀可以反噬持刀人。酒楼老板娘，还有那个姓柳的，
明晚之前，让他们消失。永兴镖局的人失手过一次，那这次不用他们。城南黑虎帮拿钱办事儿，事成之后一把火烧了醉月轩，就说是厨房意外失火。哦，谁？站住！有对策！哎，出怪事啦！今天一早，好几家茶楼都在传赵侍郎的风流韵事，说他贪污受贿养外室。更邪门的是，西城有个专收旧书的摊子，摊主说他昨晚收摊时发现摊上多了本册子，翻开一看，全是受贿记录，把他吓得直接送去了官府。那不就是？没错，是我让翠花扮成小乞丐，趁夜黑风高丢过去的。那摊主是有名的包打听，胆子小又贪名利，肯定会上交。好。证据巧妙散布，计划执行成功，赵吉安被调查概率提升至80%，获得智谋破局瓜，价值12点，权力加1，隐形。但他说今晚要来灭口，火烧醉月轩。那就让他烧啊！别慌，是让他以为烧了。阿福，去集市买20个空酒坛，全部灌上水。翠花，把后厨的柴火搬一半到前院。亲妈，你帮我找几个嗓门大、爱嗑瓜子的婶子。今晚咱们在附近巷子集体纳凉。你要干啥？演场戏。等黑虎帮的人来了，咱们先撤出去，让他们砸，让他们放火，烧咱们准备好的假酒楼。等火起来，婶子们就大喊走水了，街坊邻居来救火。到时候正好人赃并获，然后报官，借黑虎帮揪出赵府背后指使纵火行凶。但是那帮黑虎帮的人会招供。亲爱的钱妈妈，我记得黑虎帮帮主是不是还欠你印子钱？那可不啊，欠了我整整30两，利滚利半年多了。钱妈妈去跟他聊聊。要么今晚尸首被擒，乖乖招供；要么明天全京城都知道他老婆跟账房私奔的瓜。妙妙妙啊！就这儿吧，砸，泼油！快点放火！着水了！快撤！救火！走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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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火了！走水了！快救火啊！官府的人来了！蹲下！黑虎帮的，谁指使你们来的？赵府管家赵贵给了我们200两，让我们杀人放火。汉察使动手了，王妃给的密信，再加上黑虎帮的口供，足够定他们罪了。哎，这火烧得好呀！阿福，明天挂新牌子，醉月轩幸得街坊相救，仅前厅受损，3天后照常营业啊！为表感谢，全场8折。哦，对了，再加一句，欢迎各类冤情故事讲述，茶水全免。成功化解致命危机并反击，获得反杀布局瓜价值20点，声望加3，名动京城，财富加5，因祸得福知名度暴涨，解锁新功能危机预警初级，累计瓜数632。赵吉安倒了，但宫里那位客人还没有现身，王妃让我跟你带话，这里才刚刚开始，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我知道，但今晚先让我庆祝一下。对了，后厨还有半只烧鸡，咱们吃饱喝足啊，再操心别的。
老板娘，赵府那事儿真是您一手统帅的。客官说什么呢？我就是个开酒楼的可怜女人，哪有这么大本事啊？得了吧，现在满京城谁不知道醉月轩的老板娘专治各种不服，那吏部侍郎都栽在您手里了。声望持续上升中，当前声望8，名动京城。可是高知名度带来客流量，也带来更高风险。老板娘，好消息，李师弟和周师兄都考过了，他们说要谢谢你。谢我做什么？考试是他们自己考的，他们自己争气。赵府被抄家，没牵连到他们吧？没有，按察使大人只抓了赵建安一党，涉案学子都从轻发落了，说他们也是受害者。那我们走吧，走吧。两位姑娘，雅间还是大堂？听说老板娘这儿能听到别处听不到的故事。好，跟我走吧。姑娘面生，第一次来。你这儿比我想的雅致。我姓黄，在家行妻。你唤我黄七姑娘即可。黄氏姓，行妻，可不会是啊？黄七姑娘，你想听什么故事？我听说你查清了赵金安走私玉料案，我想知道那批玉料里有没有一件盘龙纹羊脂玉璧。这抄家清单官府还没公示，民妇哪会知道？那玉璧是17年前南巡时先帝赐给我母妃的，后来遗失了，我母妃一直耿耿于怀。警告对方身份极高，黄七姑娘极可能是当今圣上第7女静安公主，关联玉料案，南巡旧事柳侍卫之死，瓜之预估极高，极度危险。啊，公主殿下光临本殿，小殿蓬荜生辉。你倒是机灵。不过我此次前来不只是为了玉璧。我母妃，也就是静妃，这些年身体一直不适，总说当年南巡时有人下毒害她，却查无实据。近来病重，又时常说胡话，提到了蜡丸2字。我听说你查案速度快，人脉广，我想让你帮我查查这蜡丸到底是何物，和当年南巡下毒案是否有关系。报酬1000两，除此之外，本公主可保你这醉月轩在京城无人敢动。王妃问我，今日静安公主是不是来过了？是来了，还下了个大单。蜡丸，你爹当年查的是不是就是这个？我爹在笔记里提过，当年南巡时有人想用蜡丸毒害静妃，被他发现端倪，只是还没上报就。不止如此，王妃说当年南巡队伍里死的不止柳侍卫一个人，还有2位太医，一个侍读太监，都死得不明不白，最后案子被压下，说是疾病。蜡丸案线索大幅推进，关联人物静妃、柳侍卫、死亡太医、侍读太监，关键物证可能残留的蜡丸样本或相关医案，挂职预估更新80点，隐藏任务线。公主为何找我帮忙？她自己手下没人吗？静妃出身不高，而且在宫中势单力薄。公主年满18，即将要择选驸马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她必须查清母亲当年被害的真相，否则婚事都可能被人拿捏。当年谁最不想静妃翻案？当年得利者
老板娘，那个孙公公他又来了。贺礼。这是柳侍卫夫人的旧物。当年她托人送进宫，想求见静妃娘娘陈行，被咱家给拦了下来。唉，当年咱家也是听命行事。听谁的命？一位如今在宫里还能说得上话的老祖宗。蜡丸案，你们若真的想查，就从当年随行太医的家人查起。有个姓温的太医，老家在通州，他儿子如今在城南开了一间药铺。公公现在为何帮我们？咱家老了，想给自个儿积点阴德。静安公主靠得住，但她羽翼未丰，你们小心为上。唉。温太医验完笔记，藏在老家祠堂第3块地砖下。通州是吧？我现在就去。先别急，公主给了10天时间，先让消息再飞一会儿。阿福，哎，咱们醉月轩明天推出新活动，寻找京城老医师故事，重金筹现，看看能不能再调出其他知情的鱼。好嘞。接受静安公主委托，触发隐藏任务链蜡丸谜案，当前进度15%，奖励预制，权力加5，寿命加3，解锁宫廷秘闻渠道初级，风险等级极高。我要把你爹没走完的路走通。第3块地砖里的东西不见了，已经被取走了。时间应该不超过5天，砖缝里的稀泥还没干透。来晚了，劳烦2位在村里打听打听，看看最近有没有生人来过祠堂，特别是看起来特别体面或者异常的。老板娘放心，打听的事儿咱最在行了。系统能扫描残留痕迹吗？扫描中，地砖边缘提取到微量丝线纤维，质地为中等绸缎，略有一丝极淡的檀香混合药材气味。分析，取物者可能为中年以上男性，生活优渥，有用药习惯。宫里的人，也可能是和宫里关系密切的人。温太医的儿子呢？不是说在城南开药铺？药铺3天前失火了，人不见了。不过对街的邻居说，走水前听到过争吵声。打听出来了，前2天来了一个坐马车的老爷，带着个小厮。村里孩子说，老爷出来时颠簸出来一个玉佩，被小厮赶紧捡回去了，上面好像刻着一只鹤。鹤，宫廷太医署的标志。客官需要什么？里面请。啊，哎，这边请。这位客官吃点什么？请问你们这是不是收老医师的故事？是嘞，你有故事啊？我不是医师，但我爹当年在太医署小厨房做过白案师傅。他临终前说，当年南巡前赶制过一批特别的养生丸，装完的盒子底下都落了个小白点。负责这事的是刘太医，但刘太医从南巡回来之后告老还乡，
第2年就死了。啊，大师傅，慢慢说。那丸子可有什么特别？我爹偷看过药方，有朱砂、雄黄，还有附子，分量都不轻。这哪是什么养生丸，分明就是要命丸。那刘老太医老家住在哪儿？好像也是通州。哦，对了，他跟温太医家是邻村。哦，还有，我爹说当年南巡队伍出发前，宫里来了个大太监，单独见了刘太医，还有一包东西。大太监，他长什么样？你见过吗？我爹偷偷看了一眼，说那太监眉毛特别淡，左手只有4根手指。4指太监，我知道是谁了。司礼监的杜公公，10年前也病逝了。病逝？还一连着，可真是病死了不少人啊！啊，您这故事值5两银子。阿佛，给这位大师傅包几样点心带回去。王妃让我告诉你们，齐安公主昨日被人投毒，幸亏发现及时。公主没事吧？受了惊吓。投毒的是个粗使宫女，被当场抓获后咬舌自尽了。查不出幕后主使，公主说让你们加快速度，她那边很多人盯着，压力很大。刘太医和温太医都死了，杜公公也死了，笔记被人抢先拿走，温太医儿子失踪。等等，如果对方只想灭口，为什么只拿走笔记，不干脆毁了祠堂，留个空坑？不是明摆着告诉我们有人抢先了吗？挑衅，还是故意引我们去查？有2种可能：第一，取走笔记的人希望我们知难而退；第二，取走笔记的不是幕后黑手，而是第3方人马。当然，也可能是想利用我们，查出当年的真相。老板娘，王掌柜又来了，非要见你。走。来，喝啊！哎，这不是那个谁？他怎么来这儿啊？秦老板娘，我王胖子今天来不是求您帮忙的，是来跟您谈合作的。你家新的招牌菜？这是我从金陵重金请来的烤鸭师傅做的烤鸭，8道工序，过目熏烤。我想跟您合伙，在醉月轩旁边开个得意烤鸭铺，利润平分。不瞒您说，赵府倒台后，原来巴结他的那些官绅都不敢到我那儿了，我快撑不下去了。秦老板娘，你看。王胖子，你这是要抱老板娘大腿啊？抱大腿怎么了？老板娘的大腿啊，不是，老板娘的本事我服。合作铺子也不是不行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您说。金陵烤鸭师傅借我用3天，我醉月轩也要推出宫廷风味烤鸭，作为金秋宴的主菜。铺子的事儿，等你师傅帮我带出徒弟来再说。这秘方，秘方你的，但我要个消息，你当年在太医署有没有熟人？或者认不认识一个眉毛特淡、左手4根手指的一个老太监的，干儿子、干孙子什么都可以。4指太监，哎，我表婶的娘家侄子在京兆尹衙门当文书，他好像提过，杜公公生前收过一个干儿子，后来犯了事儿被赶出宫，在西市开了家当铺。哪家当铺？就叫四宝斋，专门收文玩字画。啊，鸭子留下，师傅明天过来。阿佛，给王掌柜包个红包，算定金。
走吧，我们去西室。夫人想看些什么？店虽小，我这好东西可不少。听说胡掌柜是杜公公的干儿子，好东西肯定多。哎，干爹去世多年，旧事不提也罢。夫人是听谁说的？王胖子，得意楼的王掌柜，他说你这儿有真货。我再找一样东西。17年前，南巡太医署特制的养生丸，装丸的盒子底下烙白点的。两位可不是来买东西的。姑娘好身手，是宫里派来的，还是柳侍卫的后人？温太医的手记在你这儿？是在我这儿，不过你们已经来晚了3天，有人已经抄走了一份。原件在这里，干爹临终前交给我的。哎，说这东西能保命，也能要命。谁抄走的？一个年轻人拿着王府的令牌，说王妃要查旧案，我拦不住。检测到笔记真伪，身为温太医手记，快速扫描关键内容，记录蜡丸成分为朱砂、雄黄、附子等，性极热，用量稍过即可致人燥热身亡，另备注刘太医受命于上。改方将密炼完，呈于静妃。安王妃也在查这事儿？不止，这些年暗中调查这件事的，至少有4房人马。宫里的静妃母女、安王妃、赵锦安背后的人，还有你们。哎，干爹就是因为知道太多才会灭口的。这是什么？干爹夹进去的，说是当年装蜡丸的盒子内衬残片，上面沾了点药丸粉末。我验过，除了笔记里的药材，还多了一味，叫西域火焰草。这东西啊，让人死的时候面发红光，像疾病发作。火焰草只有西域进宫，宫里才有。对，干爹曾经怀疑下毒的不是刘太医，而是能接触到这个供药的人。外堂有动静，快来，他们已经过来了，从这出去就是隔壁绸缎庄后院。那你呢？我拖住他们，告诉静安公主，小心她身边的奶嬷嬷。走。火焰草，去年西域进贡的火焰草，父皇全赏给了贤妃。贤妃，她当年只是贵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年我母妃最得宠，南巡回来后，我母妃病重，贤贵人侍奉有功，进了嫔位。好一个1石2鸟！胡掌柜临死前说，小心您身边的奶嬷嬷。常嬷嬷，她可是我母妃从娘家带进宫的，怎么会？殿下，上个月常嬷嬷的儿子突然在赌坊赢了500两银子，赎了身，而且还在城外置办了地。关联分析，贤妃可能为当年下毒主谋，关键证人常嬷嬷已被收买，建议控制常嬷嬷，获取口供。我这就回宫处理，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用这个引蛇出洞。公主，能否安排一场赏药宴，邀请太医署旧人和后宫娘娘们
就说静妃娘娘得了一颗可以美容养颜的西域神药，想请太医们鉴赏。太冒险，贤妃若认出是红丸残渣，就是要让她认出来，她一慌才会露马脚。你找几个信得过的太医，提前准备好证据，只要他有行动，我们就能抓现行。好，3日后我在宫中设小宴，你们以仙药方为名进宫。凭此可通行。我们真的要进宫吗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对了，阿福，哎，黄掌柜的烤鸭师傅是今天到吗？到了，在厨房试烤呢，香飘10里。街坊都问咱们是不是改行卖烤鸭了。正好，阿福跟王掌柜合作铺子的事情我答应了，但名字要叫醉月烤鸭。另外，让他帮忙散个消息，就说醉月轩得了张宫廷古方，能验百毒，3日后公开示众。好。您想野蛇出洞？没错，我倒要看看那位贤妃娘娘会不会派人来偷。还真来了。系统扫描，目标男性，30岁左右，武功中上，携带迷象匕首，无致命毒药。让你迷！哎呀！让你偷东西，你在找什么？不好意思，里面是烤鸭酱，趁的烙完残片，早送进宫了。娘娘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长春宫贤妃居所，证据确凿，获得贤妃派人行窃卦，价值15点。老季师傅，立了功，月钱加1两。好。捆好他，塞上他的嘴，明天让公主的人来提。咱们到准备进宫的时候了。静安，这2个民间女子就是你找来的神医，听说他们开的酒楼还闹出过人命官司。贤妃娘娘说笑了，秦娘子是破了赵金安案子的功臣，连皇上都夸奖过。今日邀请他们进宫来，是他们寻到了一张古方，能验百毒，特呈给太医院参详，将这古方献给皇上。民妇偶然得知，此方能验出火焰草之毒，此物乃西域独有，若混入温补药材中，可致人表面病疾而亡。确实精妙，火焰草姓烈，与朱砂父子同用，杀人于无形啊！既然方子这么精妙，何不现场一试？正好本宫这儿有颗西域进贡的养颜丸，请太医们验验。这丸中确实有火焰草，还有父子、朱砂与17年前。大胆！你们竟敢诬陷本宫！定是你们提前将药丸调换了。来人，将这2个妖女拿下！慢着，贤妃娘娘，这药丸是你主动拿出的。众人皆见，本宫倒是想问问，你宫中为何会有与蜡丸案成分一致的毒药？
笑话，本宫怎么知道什么蜡丸啊？这养颜丸是西域使者所赠，本宫从未服用过。公主饶命！是昨日秦娘子收买奴婢，让奴婢将此毒丸投放入贤妃娘娘的药盒中，他们想陷害娘娘。好，我收买你。我给了你什么？100两银票，就藏在奴婢床下。去搜。是。铁证如山，静安，你勾结外人陷害本宫，该当何罪？贤妃娘娘为了查案，真是舍得下本钱。但您可能不知道，由我醉月轩出品的银票都有一个暗记，在银字右下角用特制墨水点了一个小点，遇水才能写。您这栽赃的银票是假的，真的那张应该在常嬷嬷身上吧？她儿子赌坊赢的500两，不就是您赏的？娘娘饶命，老奴什么都不知道。胡言乱语！静安，你就任由这民妇污蔑本宫。常嬷嬷昨晚已招供，17年前，你指使他调换我母妃的补药，又买通刘太医制毒丸，害我母妃病重。柳侍卫发现端倪后，已派人灭口，人证物证俱在。皇上驾到！咱们该撤了，宫斗戏码留给他们自己唱。办完案真相大白，完成建安公主委托，获得奖励，权力加5，寿命加3，解锁宫廷秘闻渠道，累计瓜数突破700，官能情报网初级形态激励成功，请宿主谨慎选择下一步行动。老板娘，这是我校对的最新一期周刊。丫头，你要的临时护院找到了。这位啊是南城武馆教头赵师傅，这位是他师弟铁师傅，都是镇界练家子。秦老板娘，久仰久仰。他们来了也没用。这位姑娘有点瞧不起人啊，咱兄弟可是……哎呀！血手罗刹的追魂镖，你能接住几个？射手，那个灭门狂魔。老板娘，这里加钱。他到了。柳如梅，17年了，你爹欠的债该你还了。我爹不欠任何人债。都是你，当年为50两银子杀我柳家满门，今日该清账了。等等，罗刹先生，你们要打架我不管，但别砸我店，这桌椅板凳都挺贵的。师傅，去把后门空地清出来，点灯。翠花，去沏壶好茶。我们醉月轩讲究决斗要有格调。你另外，罗刹先生刚好来了，能不能回答我几个问题？比如，当年雇你的人是不是姓赵？赵建安他爹？你知道的倒是不少。做情报生意的嘛。我还知道3年前赵老爷子病故，你就没了雇主，这些年一直在打黑工，手头应该挺紧吧？
回答我3个问题，这20两都是你的了。问题不难，你可以边打边答。你以为我会为了钱出卖？40两。问。何必废话？第一，当年赵老爷子为什么要灭柳家满门？他到底看到了什么？有人往柳家送了一个盒子。第2个问题，盒子里是什么？一截断指，带着先帝赏的扳指。第3个问题，断指是谁的？先帝胞弟宁王的。重大线索：关联蜡丸案柳侍卫之死，激活是内部斗争，获得宁王断指案碎片，价值25点。任务蜡丸谜案进度更新至40%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最后一个问题免费。宁王根本没死，那截断指是假的，赵老爷子被骗了，我也是。当年动手的还有谁？哼，除了我，都死了。赵老爷子灭的口，40两。诚信经营，童叟无欺。柳如梅，你我两清了，奉劝你以后少管闲事。别争了，散了吧。阿福，给各位街坊送份新出的绿豆饼，封口费。好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宁王，我知道。我记得当年先帝还在位的时候，这位王爷就病故，无子，封地收回。如果他还活着，又伪造自己断指陷害柳家，你爹当年可能不是查险妃那么简单，而是更深的东西。宁王如果没死，他会在哪儿？解锁记忆库：宁王病故于18年前，同年先帝南巡，其封地在江南。传闻喜好炼丹修道，关联线索：红丸成分中的西域火焰草，江南已有走私渠道。有我在，你放心好了。在下姓沈，江宁府人，做绸缎生意，久闻醉月轩大名，特来尝个鲜。这位姑娘似乎有些眼熟啊。不认识。可能是在下认错了。秦老板娘，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能否包下竹韵间半个时辰？有生意上的事想单独请教。行，阿福，哎，带客人去雅间，上今年新到的龙井。好，里边请。秦老板娘，沈某此行1位谈生意，2位送个消息。客官请说。沈某在江宁经营3代，有些江湖朋友。近日听说有个绰号鬼手的江洋大盗在江南放出风声，要来京城找一样东西，据说与17年前一桩旧案有关。那东西是一枚扳指，宁王的扳指。关键线索：鬼手目标为宁王扳指，关联断指案柳侍卫之死，获得江湖传闻卦，价值12点。客官为何会跟我说？有人托沈某将这封书信转交给柳姑娘。另外，沈某想与醉月轩合作，在江宁府开家分号，专售你们的八卦周刊。江南文风鼎盛，此物必能大卖。你7，我3。条件确实很优厚，但沈老板没说全。您那位江湖朋友还跟你说了其他的话，比如鬼手背后有高人指点。可能是姓赵，也可能是姓宁。秦老板娘果然名不虚传。鬼手3日前在扬州露过面，他醉酒后吹嘘，说这趟是为一个贵人办事，事成之后能得到江南3处庄园。那位贵人喜好练琴，常年居深山道观。江南道观千万，你可知是哪一座？那这就不清楚了，合作之事还请老板娘考虑考虑。对了，
今日京城可能不太平，老板娘多加小心。亲妈，这是瓜田情报处运营手册，从信息收集到周刊审核，全流程都在里头。这些时日要劳烦您暂代处长。阿福、翠花，酒楼交给你们了，大事问秦妈，急事给我飞鸽传书。这是备用金，该打点就打点，别省啊。老板娘，你和柳姑娘一定要好好的。你们都要平安呐。我们走了，走吧。小丫头警觉性还挺强，交出匣子，饶你不死。什么匣子？我只有瓜子儿。啊，就是这个。柳姑娘，有贼！想跑？哈哈，有一半就够了。告诉宁王，东西我亲手交给他。警告：瓜田密档部分内容泄露，包含宁王疑似化名云鹤真人、玄妙关位置、红丸万的关联分析，可能引起宁王提前转移。他会去报信。对，所以我们得比他更快。但他拿走的只是推测的那部分，没有得到实证。而且我在那几页纸角用特制药粉画了几朵小莲花，斩首即显，3日不退。你做情报生意嘛，总得给自己留后手。现在鬼手就成了咱们的活路标，他碰过那几页纸，手上必定会沾上药粉。兑换追踪药粉气味能力能持续多久？兑换气味追踪48小时。提示：目标已远遁，需尽快启程。不睡了，咱们现在就出发，必须赶在鬼手之前到苏州。追踪信号强度高，目标鬼手已进入道观内部，停留超过3个时辰。后墙处有3处哨岗，每1刻钟换1次班。东侧炼丹房有烟有人。这云鹤真人挺会挑地方，玄妙观香火旺，人来人往，反而好隐藏，又能光明正大的炼丹。系统扫描道观地下结构。扫描中检测到地下约5米有大型坑洞，疑似密室，入口可能在炼丹房东北角。警告：坑洞内检测金属反应仅微弱生命体征。天黑行事。这么晚了还来送？真人说要一壶参茶。进去吧，不要打扰真人炼丹。放那儿吧。今日的茶参味道不对。你不是观里的人，你是柳清河的女儿。宁王17年了，还是找来了。想必这位就是京城那位爱吃瓜的秦香莲吧？真人，东西都带来了。无妨。你以为那粉水追踪老夫不知？警告中计，对方将计就计，反向追踪，建议立即撤离。所以宁王故意引我们过来，是为了灭口，还是讲故事？故事确实有一个，但是这里不好说。请。当年先帝南巡，静妃中毒，柳侍卫追查赵家灭口，你们查的都对，也不对。我爹是你杀的。你爹是忠臣，老夫为何要杀他？杀他的是赵家，但指使赵家的不是老夫。那是谁？是先帝。当年先帝担心静妃娘家兵权，唯恐她生下皇子后势力扩大，所以在南下设毒。蜡丸的方子是先帝让太医改的，火焰草是先帝从内库取出来赐给静妃养颜的。那根断指
也是真的，是老夫自愿断指替先帝洗罪，使他护我妻儿周全。据统计，大王按主谋为先帝，获得了皇室秘辛核心瓜，价值50点。任务：拉完谜案进度更新至90%。所以先帝对外称你变故，实则把你藏在这里。那你为什么要偷柳夫人的玉佩，又设法杀害柳姑娘？这个人不想让这个秘密永远的埋藏，偷玉佩、设火药、设陷阱，都不是老夫。老夫若想杀他，当年柳家屠门案的时候，就可伸手杀他，何必要等到今日？你娘的墓3日前被盗，我也是昨日才知道。是谁？秦香莲，你那个密档里是不是提到过静安公主？她不知从何处得到了部分真相，以为老夫是杀母仇人，欲除之而后快，盗墓设伏，引你们来此，都是他身边那位新晋幕僚手笔。那人姓杜，是当年司礼监杜公公的嫡孙。真人，小人不知道这些，只是拿钱办事。你走吧，告诉那位姓杜的先生，他的手段老夫17年前就领教过。所以现在是公主以为你是杀父仇人，所以想杀了你报仇，而你故意将我们引到这里，是想借我们之口告诉公主真相。聪明，静安那孩子性格烈，但明事理，老夫不便露面，你们正合适。为此信我。那我爹的仇找谁报？赵金安已伏法，赵家已垮，但真正的始作者是先帝，早已驾崩多年。孩子，有时候真理比复仇更难言。走水了！炼丹房走水了！杜家的人已经动手了，你们赶紧从地道走，直到后山。记住，扳指一定交给静安，告诉他，老夫从未负过他母妃。老板娘，柳姑娘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！京城出大事了，是不是醉月轩？昨天被封了，秦马、陈默、阿福、翠花都被抓了，罪名是通敌叛国，私通江南反贼，还送出了密信。谁干的？刑部之间来的人，带头的姓杜，是个年轻主事，据说背景很硬。我买通了狱卒，说秦马在牢里面嚷嚷，那信就是栽赃。这信是今年最新的预版宣，但是事情是5年前的，墨迹还是新的。破绽百出，但足够抓人了。雷爷，麻烦你想个办法，把这个送进公主府，亲手交给静安公主，就说明王安好，真相看字。成，公主府后门有个采买婆子，是我远房表姨，信得过。但是老板娘，你们现在进城太危险了，满大街都是你们的画像。这个简单，换张脸就行。雷爷，再帮个忙，散个消息出去，就说有人在城南看到我们了，正往码头方向逃。调虎离山，明白？走。永泰3年，母妃的字，宁王叔真的还活着。当年母妃是被父王害的，宁王断指顶罪，换先帝保他血脉。他隐居江南，从来没有想过复仇。好精彩的故事，可惜是逆贼编造的谎言。公主殿下，这2个女子是宁王同党，那扳指也是伪造的。您切莫被他们迷惑了。杜先生，本宫何时与你进来？刑部正在全国搜捕要犯，下官担心殿下的安危呀。此人经营的醉月轩已被查出与江南反贼有书信来往，证据确凿。书信是你们伪造的，玉版宣产于今年，墨迹未纯。你怎么？杜公公的孙子，看来是造假手艺还不到家呀。当年您祖父为先帝伪造宁王病故一案时，用的可是真正的陈年旧纸和褪色墨。你，杜恒，你3日前向本宫进言，宁王是杀母仇人，怂恿本宫派人盗墓设防。如今看来，你是想借本宫之手除掉知道你家丑事的人。
你祖父杜公公就是当年先帝想要毒害我母亲的执行者，对不对？殿下，您千万别听他们胡言呐！公主，宁王还说了，当年杜公公私藏了半颗蜡丸，应该传于后世。杜先生，你家密室里的那个小瓷瓶，先拿出来给大家伙看看吧。既然你非要找死，我……你的招式和江南那些黑衣人一样，涉毒、盗墓、纵火，全是你们做的。来人，把他压下去，好好查查，尤其是他当年祖父留下的保命符，给我挖出来。是。醉月轩的人，本宫会立刻下令释放，但你们通敌的罪证需要证据洗清罪名。有证据，伪造信件的纸张来源，雷老虎已经在查了。杜家与江南某些官员的账目往来，宁王已经给了线索。这个杜先生在朝堂上跟哪位大臣走得近，查一查，说不定能钓到大鱼。本宫会处理的。宁王叔真的不愿回京吗？他说往事已矣，望公主珍重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们先回醉月轩，本宫会派人护着。此事了结之后，本宫会许你们一个承诺。任务大完谜案完成，获得奖励：权力+5，寿命+3，解锁皇室幸运背书。杜家背后还有人？当然，但这种大瓜得等我们先回去吃顿好的，睡个饱觉，再慢慢啃。走吧，我们去接秦妈他们。今晚醉月轩重新开张，去聚会去。各位，今日醉月轩大难不死，全赖各位新老朋友的信任。今日酒水全免，大家吃好喝好啊！好。秦妈，您辛苦了。哎，其实牢饭还行，就是隔壁住了一个话痨子小偷，他非说他偷了周员外赛姨娘的肚兜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哦，我给你记下来了。户部尚书，姓周的那个。对，3年前那小偷翻周家的后院，看到周家深夜接客，那客人虽然戴着个面具，但是右手少了2根指头，跟当年的杜公公一模一样。关键线索：户部尚书周延礼可能与杜家有交，且涉及3年前某隐秘交易，获得尚书密刻卦，价值18点。老板娘，最新一期周刊多印了500份，全部卖光了。许多书生来信说我们为民除害，说我们是勇敢正义的民间喉舌。公主派人送来的。妙啊，阿福，明天去找最好的雕版师傅，把请柬内容刻上，诚邀阁下贡品京城第一卦，见证真相落地，署名醉月轩。飞鸽传书。周元礼今夜密会客人于别院，客乘青篷马车，无徽记，护卫4人，武功路数4军种。审。江宁省老板情报，周延礼勾结的可能不仅是文官，还有军方势力，危险等级上升。军中？他想造反？不一定，听说内部亏空，亏的是军饷。沉默。你去查3年前所有关于边军军饷延迟发放的奏报和民间传闻，特别是涉及北境军的。需要我去探探别的吗？不用了，你现在去会惊动他们，我们等他们自己做不出。亲妈，明天把白银百两加3成干谷的消息传遍京城每一个角落，特别是茶楼、酒肆、赌坊，还有各大衙门后巷。明白，保证让皇宫都知道。周尚书、杜家，还有那位神秘的军中客。最终任务出发，光王大赛终极对决，目标揭露户部尚书及相关势力阴谋，收集剩余205个瓜的奖励，预知解锁回家通道所需全部权限。
戍边大将军魏雄3年前因克扣军饷遭御前弹劾，先帝压下魏咎，后其独子意外坠马身亡，传闻系仇家报复。克扣军饷，户部亏空，独子身亡。魏雄的儿子到底怎么死的？具体时间我查了，就在御史弹劾后的第7天，说是去京郊打猎，马惊了，摔下山崖，尸骨都没找全。灭口。老板娘，这里有3年前北京军的请饷记录副本，显示魏雄曾3次催要东夷银两，但户部都以库银不足而拖延。但同年周尚书在城南买了3处宅子。信息关联成功，周延礼与魏雄疑似合谋贪墨军饷，魏雄独子可能因知晓内情被灭口，获得军饷贪腐瓜核心线索，价值35点。先帝临终密诏踏本附上，本王当年曾截获魏州往来密函，知其贪墨军饷，私储兵力，欲待先帝病故后拥兵自重。然本王无心朝堂，隐忍至今。密函藏于玄妙观丹炉下暗阁，魏雄右手缺两指，乃是当年为先帝嗜毒所伤，逐怀恨在心。半张泛黄密诏踏本，上加盖传国玉玺，写有周魏不臣，后世若见当诛。所以先帝早就知道了。不好，宁王有危险，他暴露了藏匿密函的地点。我去江南。哎，来不及了，雷爷，用你最快的信鸽给江宁史老板传信。明白。那明天的比赛照常进行，而且，最后一张请柬我已经想好写谁的名字了。戍边大将军魏雄。最终瓜王争霸赛现在开始。今日规则简单，谁讲的瓜最大最真，谁赢。先从周尚书开始吧。哼，本官有何瓜可献？倒是秦香莲，你勾结反贼宁王，伪造先帝密诏，该当何罪？周大人，密诏真伪，本宫已托人请宗人府鉴定。倒是您，户部3年前亏空的300万两军饷去了何处？公主殿下，边军艰苦，饷银延迟乃是常事。周大人执掌户部不易，何故如此苛责呢？倒是你，昨日派人夜探本将军别院，你意欲何为呢？魏将军说笑了，我只是好奇，魏将军你右手深藏不露，是天冷呢，还是缺了2根手指，怕人看见呢？都是先皇恩赐，当年试毒，臣是全心全意以保陛下周全。是吗？可宁王说您当年试的不是毒，是补药，您偷偷加重剂量，想要毒害先帝，却伤了自己，从此你怀恨在心。周魏不臣，先帝早就知道您2位的意思了。哼！妖言惑众，来人，将此妖女拿下！你敢动一下试试？好你个醉月轩！本将军今天就明说了，先皇昏聩，轻信奸妃，残害忠良。本将军与周大人意欲清君侧，正朝纲。所以你们贪墨军饷，私养死士，陷害忠良，都是为了清君侧。魏雄，你儿子魏明当真是坠马而亡吗？这是今早江宁送到的您儿子的绝笔信，藏在玄妙观密函夹层里，上面写父亲与周叔欲反，而劝谏不成，恐遭灭口，若儿身死，并非意外。明儿，周延礼，你说带明儿去江南避风头的？魏雄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！高潮对决军饷贪腐案谋逆案，核心人物内讧，获得反派互撕大瓜，价值50点，累计瓜数880，距离目标还剩120个瓜。来人，拿下他们！雷爷，抓住他！快传太医！
花王大赛到此结束，获胜者为醉月轩全体。阿福，挂谢业牌子，今日只庆功。此毒名为7日醉，有7种毒虫炼制，中毒者7日内昏睡不醒，血脉渐凝，最终血脉停滞而亡。老朽惭愧，只能暂时施针缓解毒性发作。解药呢？须得以毒攻毒，其中3味主药断肠草、鹤顶红、砒霜，太医院都有，但第4味鬼面珠的毒囊只在南疆生长，全京城只有1人收藏过。谁？周尚书。3年前，他得了一只鬼面珠，养在府中，取其毒液，淬炼暗器。老朽曾被他请去医治被此毒误伤的家仆，亲眼见过。那快去州府要啊！他人都被抓了。周延礼嘴硬，咬死不治。我已经派人去府里搜查，但是密室尚未找到。我知道密室在哪儿啊！宁王之前查州府时提过。周延礼书房有间密室，入口在书架后，需转动花瓶左3次，右2次，里面除了账本，可能还养着毒物。我去，且妈，帮我准备夜行衣。陈默，把州府地图画出来。本宫派侍卫随你一起去。不，人多反而打草惊蛇。虽然现在州府被围了，但密室里机关复杂，我去最合适，而且我必须得去。触发紧急任务，获取鬼面珠毒囊，任务成功奖励柳如梅存活，瓜汁加20。来晚一步。请知道下方有生物信号，蜘蛛类已知，人类生命体征无，空气中有毒物残留，建议佩戴面罩。呱呱，开启环境扫描，标记毒囊位置。这是周延礼、魏雄与第3人的密会记录，时间从5年前至今，地点都在城西慈云寺。第3人代号禅师。发现关键证据，第3合伙人线索浮出水面，获得慈云寺密谋瓜，价值30点，累计瓜数910，距离目标还剩90个瓜。信是禅师写给周延礼的，用词隐晦。但是提到宫中已安排妥当，待新帝登基，3分为界。禅师，宫中，慈云寺的主持是不是长进宫讲经的那个慧明大师？解锁慧明大师，65岁，曾任新帝小福堂讲师，现为慈云寺主持，常出入后宫为太妃们讲经，与已故杜公公交好。这和尚不简单啊！先帝心腹，现在又勾结周魏，还想3分天下。啊，快送回去！另外，告诉公主，明天咱们得去慈云寺听高僧讲个新经文。是。禅师慧明。慧明，
明大师，刑部办案，请交出寺内所有往来文书，并开放所有殿宇厢房，接受调查。阿弥陀佛，公主殿下，佛门清净之地，何来文书罪证？欲搜查，请出示陛下明旨。单凭公主禁令，恐难服众。大师何必装糊涂？这上面禅师的笔记与您为太妃抄写的经文拓本出自同一人之手，需要比对吗？伪造之物，何以为证？老衲与周尚书、魏指挥使却曾一道论法，皆是探讨佛法精要，何来密谋之说？女施主贪污高僧，可是重罪。大师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公主，搜吧，重点在藏经阁地下和后山菜园。放肆！报！后山菜园地下发现暗门，内藏甲胄百副，劲弩30，刀剑无数。慧明，私藏军械，形同谋逆，还有何话要说？谋逆！老衲侍奉3朝帝王，见过的兴衰比你们吃过的米还多。这天下早已不是李家的天下，昏君无道，宠信奸佞，何该让位于有德者？有德者？你扶植的新帝是谁？秦掌柜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以为拿到本册子，抓到些兵器就赢了？真正的棋手不在棋盘上。有毒，闭切！公主，今日你即便拿下慈云寺，也动不了老衲要保的人。宫中大局已定，明日此时，你便知晓何为天命所归。至于你，秦香莲，你的酒楼和你那些伙伴，好自为之。他逃了，武僧拼命阻拦，他借密道逃脱。我已经在全城贴满他的画像。但他最后那句话意有所指，宫中颇有巨变。信中写，宫中已安排妥当。我们一直以为他要扶植一个新帝，但如果他要帮助的是一个本身就存在且即将登基的人呢？你是说太子？太子体弱多病，深居简出，且与周卫素无往来。更关键的是，家父在太医院有旧识，曾隐约透露太子恐非陛下所杀。警告！触及皇室血脉终极秘辛，本瓜价值预评估80到100点，风险9死1生，是否继续深入？所以，慧明要保的新帝未必是太子，而是一个能证明太子血脉或能取代太子的人，一个他们早就埋下的棋子。证人，宁王之前怀疑先帝晚年曾有宠妃，产子后暴毙，因而不知所踪。若那孩子还活着，现在应该正值壮年。先帝暴毙，父皇仓促登基，这其中皆有诸多不明之处。若慧明这个先帝心腹手中当真握有这样一位皇子，我明白了。周眼里管钱粮，魏雄掌武力，慧明提供正统名分，他们不是在谋反，是在策划一场静默的篡位。等我们察觉，新帝可能已经名正言顺的坐上龙椅了。不好了，外面有好多新面孔在酒楼前后转悠，眼神都不对。此地不安全了。明晚你们全部随我一起移居城西别院，那里有本宫的亲兵把守。公主，躲没有用。慧明说的对，真正的战场不在寺庙，也不在酒楼，在宫里，在人心。我们需要那个终极证人，能证明太子的身世，或证明皇子真伪的人。触发终极系列任务，寻找遗失的龙嗣真相。提示：找出当年接生或知情的工人，线索指向已故杜公公的遗物。杜公公，慧明与杜公公交好，杜公公的遗物很可能就在慈云寺，或是由慧明保管。我们得回去找到他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本宫调一队精锐，扮作香客潜入寺内调查，但时间紧迫，今日宫门落锁前必须找到，否则这是最后一个关，也是最大的一个关。挖出来，我们回家；挖不出来。
空的，阿福快撬！哦，老板娘，这要是撬出个僵尸来，僵尸也比外头那些拿刀的强，快撬！哦。30年了，终于来人了。您是哪一宫的姑姑？永和宫，先帝婉妃贴身侍女春桃。婉妃？那个产后暴毙的婉妃？娘娘没有暴毙，是被灌了毒，孩子也没死，是被杜公公送出宫了。请测到14星地面大卦真假龙4，实时评估价值50点。宿主，你离回家只差临门一脚了。孩子送哪儿了？有什么证据吗？当年娘娘的鸳鸯佩，一半给孩子带着，另一半在杜公公藏的匣子里。乌尔里成纪，庚戌年3月初5，生于永和宫。若玉佩相合，即为真龙。母婉妃绝笔。李成纪，这名字和宗谱字辈一样。慧明大师要扶持的新帝，那是我明正的皇兄。公主，那孩子右肩有红色胎记，形如弯月。杜公公把他交给。等等，我昨天在厨房听到2个和尚闲聊，说20年前慧明大师在山下捡了个孤儿，当俗家弟子养。那弟子好像就叫成纪师兄。那孩子去哪儿了？说是在闭关修炼，但今早被接出城了。请报，检测到大规模人群向皇宫移动，能量波动异常。靠，有人正在登基。来不及了，立刻进宫。先帝遗嘱，流落世间30载，今配合血书证，当成大统。太子体弱非敌，已退居亲王。住口！静安公主，你是想阻正统登基？正统？拿块捡来的玉佩就敢冒充皇嗣？诸位大人可看清楚了，此人空口白话就敢凭空捏造。谁说我没证？这到底……大人是想说这位身上有月牙形胎记吗？胎记能化，那我手中这玉佩和婉妃的血书也能伪造吗？你这是哪儿？从被你杀害的杜公公灵位前，被你关押了30年的春桃姑姑眼前。诸位大人，慧明与周延礼为雄勾结，私藏军械，囚禁人质，现在更是找了赝品代替皇子，其罪当诛。现场吃瓜群众情绪爆表，获得当众揭穿假皇帝附加瓜，价值50点，累计瓜数948。好，你个伶牙俐齿的妇人，这样又怎么地？真太子在这儿，他敢说自己是嫡出吗？他妈当年就是，先帝在醉酒时，血脉干不干净，可难说。血脉真假，不如问问当年的接生婆。抱歉，来晚了。
刚去接了个人。末将赵莽，永和宫前侍卫长，当年亲眼看见杜公公将婴儿交予当年还是小沙弥的慧明，他右耳后面那颗黑痣，末将死都记得。婉妃娘娘生的是个健康男婴，右肩确有弯月胎记，但被娘娘亲手把胎记烫了。禁军何在？拿下这个谋逆妖僧，解救太子！别想跑！恭喜宿主完成真假龙丝终极卦，价值50点，累计卦数998，回家倒计时。太子受惊了，妖僧已除，日后隐藏卦触发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宁王的真正目标从来不是帮太子，而是让他自愿让位，价值1点。恭喜宿主即将完成1000个卦。陛下驾崩了！这钥匙怎么跟我在周岩里密室见过的那把一模一样？原来最大的卦掌握在最不可能的人手里。公主，让我们庆祝一下妖僧伏诛，干一杯吧。老板娘，齐妈炖了肘子，香的隔壁街的野猫都来挠门了。咱们醉月轩这次算不算护驾有功？会不会赏个金字招牌？赏不赏不知道，但咱们瓜王的招牌算是出名了。这几天来过的客人比过去2月都多。数据确认，公军事件带动酒楼知名度飙升300%，但宿主你的瓜数卡在998，已经8天了，最后2个能不能积极点？急什么呀？最后2个瓜我们得精挑细选，万一吃个烂瓜，你不认账怎么办？宁王今日进宫了。父皇刚驾崩，太子皇兄受了惊吓，需要静养。宁王叔代为监国，也是情理之中。公主，那日你看见宁王袖中掉出的钥匙了吗？看见了，周府密室的钥匙。所以宁王早就知道周岩里的密室，那他之前还装模作样让咱们去查。会不会是宁王想借咱们的手挖出慧明？好一个借刀杀人，再收拾残局，好手段。检测到一处宁王真实立场瓜苗头，深入挖掘，预估价值50点。宿主快上！今天进宫不谈这事儿，来，敬咱们自己一杯，没被毒死，没被砍死，还顺便看了一场皇宫大戏。林掌柜，王爷命小人送来谢礼，说是谢您揭穿妖僧，维护正统。这是……王爷说醉月轩护驾有功，特将隔壁空宅赠予掌柜，用于疏通扩建。令牌则曰：掌柜每月初1、15入宫，为太子妃们说书解闷。进宫说书，这赏赐透着古怪。多谢王爷厚礼，帮我转告，
民女一定备好新鲜故事，不让太妃们失望。老板娘，他们这哪是赏赐？这分明是要把你放在眼皮子底下盯着。每月进宫2次，宁王这是想随时掌控你这条情报线。怕什么？他给机会，咱们就接着。那把钥匙，我接人去州府废墟看了，在那废墟里有一个暗格被炸塌了，不过在碎石里，我找到了这个。我虽然不懂读，但是看这东西不像是中原的。检测到稀有物质南疆梦魂散，致幻药物，长期服用会心智崩溃，任人摆布，市场价1两值千金。周延里密室里藏着控制人的药。父皇驾崩半年前，精神时常恍惚。太医说是忧思过度，难道？扫描完成，梦魂散，南疆呼医秘制，服用者初期振奋，3月后开始记忆错乱，半年后心智如孩童，其毒需用鬼面珠毒液混合3味草药，巧了，和柳如梅中的毒解药配方高度重合。所以周眼里养鬼面珠，可能不只是为治暗器，还在研制梦魂散的解药。推论合理，但可能的是，他在为某个需要长期控制又不能让之真死的人准备后路。宁王那日扶太子时，手指按了他手腕，他在探脉，他在确认太子是否也被下药了。如今练行成，周延里用药控制先帝，惠民准备假皇子夺位，宁王暗中收集证据并掌控解药。如今一王打尽后，他成为唯一拥有解药和下药能力的人。所以太子现在不是受精静养，而是被迫静养。下月初1入宫说书，看来得好好准备准备几个故事了。林姑娘，王爷请您去趟文渊阁，想问问今日太妃们听得可还开心？美女这就去。王爷正在此处见客，劳烦姑娘在此等候。是。太医院所有先帝脉案已焚烧，但张院判私录了一份，藏在老家的祠堂里。全部找出来，该清理的全部清掉。今天大观预警，关联线索：梦魂散，先帝之死，敬爱公主安危，综合估值45点。宿主，你现在有999个卦了，但本系统必须提醒你现在极度危险。林姑娘，久等了。回王爷，民女刚到。本王呢就直说了，你知道的太多，帮助公主的也太多。民女只是为了自保。你是聪明人，本王现在给你个选择。第一，带着醉月轩所有人3日之内离开京城，永不返京。本王保证你富贵余生。第二个呢？第二，你帮本王做完最后一件事情，你的朋友，本王不会动。他怎么会知道疫情的卦？本系统被入侵了，不科学呀！很奇怪吧？因为你这个吃瓜系统，本来就是本王给你的。这最后一个卦很简单，3日后
新帝登基大典，我要你在百官面前亲口说太子自愿让位，本王才是天命所归。如果我不同意呢？那你的那些朋友，本王可就难保其安危了。姑娘，你好好想想吧。3日后登基大典见。父亲，本系统刚自检完毕，宁王手中铜镜是属系统接口，他真是投放者。所以，最后一个卦是让我亲手造一个。3日后登基大典，我要不当众说谎，就是你们有危险。不行，老板娘，你不能为了我们。咱们跟他拼了！下毒放火，绑他儿子。哦，他没儿子。他既然敢摊牌，肯定做好了万全准备，硬拼不是办法。本宫可调亲兵300，但宁王叔掌控禁军，皇兄还在他手上。哎，你那本手札呢？啊，你说的记账的破本子了？你爹临终前跟我说，万一遇到解释不了的怪事，就拿他给你那本手札的第77页，拿醋蘸着看。快去。快去。哦。乾元3年，欲一人赠铜镜，言可窥天机。然每用必损寿，镜面生裂，即可大限将至。一人留语，欲破此局，须寻无垢之心。于子夜照镜，镜碎，则咒解。所以说，破局之法在于宁王快死了，那铜镜怕孩童的无垢之心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明晚后晚潜入宫中，找一个孩子，在宁王持镜时让他照一下。这比偷御膳房的鸡还难啊！宿主，本系统有个不成熟的小建议，既然宁王是投放者，那本系统可能有后门程序，如强制关机3分钟。你怎么不早说？3分钟够了。老板娘，为什么对我笑得这么瘆人啊？有办法了，明夜我们兵分2路。公主，你设法拖住宁王，制造混乱。柳姑娘，你重伤守在楼里。秦妈，你照顾好他。阿福、翠花，明天跟我去借一个孩子。皇叔，几位阁老联名上奏，说您年迈，精力不济，恐难当监国大任。本王并无大碍，公主若无他事，回吧。本王还要静心祷告。谁？侍卫走了，快！呱呱，帮我定位宁王和铜镜。定位成功，直线距离85米，可启动强制关机。但宿主关机后，本系统也会休眠3分钟，你只能靠自己了。启动。怎么回事？孩子带来了。娘，吃早饭了吗？狗蛋，快看那镜子！你们，皇叔，你如此紧张作甚？狗蛋，快看！
就差最后一步。关机，倒数3、2。呱呱，记录这最后一个卦。宁王以寿元换权位，终遭反噬，够不够1000个？登入成功，第1000个卦，价值100点通道。吃瓜系统终极任务完成，回家通道开启。宿主林婉、秦香莲可随时返回原时空。丫头，到了那边好好吃饭，别再熬夜了啊！这醉月轩啊，永远有你位置啊！老板娘，最新的账本我算的1分不差，你每年回来，我给你做南瓜饼。这是我攒的八卦笔记，还有京城最新瓜讯，你路上减慢。好。拿着。明年中秋，我在这等你，吃瓜。好，都收着。亲妈，哎，你管好酒楼。阿福，你别算错账。做花，多挖好瓜。刘姑娘，保重。